我对蛙友他们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他们竟然是母系社会哦。出来了，你看，这个就是男生的工作，所以女生还在那边学习如何盖房子。300户人家，但是只有60个房子，这一整个面积就是一整个家。比如说起了冲突，你杀了我们家的一个弟弟，那么我就要杀你们家的一个妹妹。太可爱了！全村小孩带着我这个陌生亚洲女子去河边。哥伦比亚原住民有100多种，而他们人数最多的原住民叫做瓦尤，当然也就不超过50万人而已。他们住在拉瓦希拉，就哥伦比亚最北边，整个南面的最北边这一块这个半岛上面。但是因为殖民之后国家独立，人为的把他们的地方划分了2半，一部分是哥伦比亚，另一部分是委内瑞拉。这里是整个哥伦比亚最干的地方，他们生存条件就是生活在沙漠里面。他们之前是游牧民族，现在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开始定居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非常的不容乐观。你对于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有点陌生，但是他们的手工艺品，他们制作的包包，他们制作的吊床已经销往全世界，你可能在国外都买过他们的东西。我对于蛙友他们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所以这一次我也是想要跟他们待1个星期，好好去学习一下，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文化。而且他们竟然是母系社会哦。跟大部分的原住民一样，进入他们社区需要许可，就是也要有一个人带你进去，或者是你得要申请，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待你过去。所以呢，我现在等待我联系的这个女士，她的弟弟来接我。现在早上8点，等了1个小时，终于上摩托车了。其实我应该穿长袖的，因为这种沙漠地带穿这个短袖，反正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呢，我要去市场买点东西，因为进入到别人的社区里面，你最好是表达一些你的敬意，去买点东西，要么就是给钱咯，或者是作为礼物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什么咖啡啊、糖啊、油之类的东西。买了1大包咖啡，1大包糖，还有10杯的酸奶，跟一些阿美亚的粉跟面包，就是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我说你可以再拿一些，因为这些东西价格也很便宜，而且你看本来是想拿3包咖啡，3包咖啡也就只能喝3天。我说你拿个1整包呗，这1整包也就喝1个多星期而已。非常淳朴的人。Estamos llegando。今天是那个孩子上课的日子，因为我联系的这个女士非常幸运，她就是我 Airbnb 房东的嫂子，她是这边的那种 leader， 教小孩传统文化的。Hola niños。Hola mamá。Buenos días。Buenos días。我现在已经坐下了，这些小孩他们都非常的害羞，这边女孩坐一排，然后男孩坐一排，那边还有女孩在那边做包，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他们的女生就是从小就开始学习做这些包，然后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如说妈妈奶奶辈的，他们就会做那个吊床，然后男生呢，他们从小就是不是做包的，他们跟着长大一点会去放羊啊之类的。Anyway， 这些小孩他们特别的可爱，就是非常的害羞，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老外在中国的感觉哈，所有人都看着我，然后就捂这个嘴巴，就是那种我应该是来这边的第1个中国人。他们非常的害羞，然后现在那个老师就这边的社区的这个人要跟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多可爱！你看他。现在这孩子们上课，我全部打扰他们，我给你们介绍这边情况。这一整个社区啊，差不多有个100多户人家，挺大的。因为我们只是在路口而已，它在里面还要进去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一个放东西的这个房子，这个是传统的土房子啦。这一进来你看，就是拿土做的。因为现在是有这一个铁皮谁挡着了，所以下雨的时候这土房子不会就倒塌。但他们古时候呢，就是拿这一个，这就是叶子，拿来挡着你这个屋顶。然后有个超级有意思的东西是，当当当当当。这是什么？我知道是垃圾桶，但你知道什么做的吗？不是拿树叶做的哦，不是拿树棍做的哦。呵呵，沙漠里最多的什么？仙人掌。我就说这仙人掌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怎么是那种竖直的呢？他就说是这个仙人掌的心，比如说这样，这个就是一个仙人掌，这可以看得出来。但这个心，你给它切成一半，就是刚刚做那个的。我说那这是什么？这难道是锻炼身体吗？呵呵，想太多了，这个是拿来玩的。
就是那一个仙人掌树，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仙人掌树，哇！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小孩看到我拿起相机，全部都转过来了。如果我转过身的话，全在我身后。开兜了，全部都过来了。这个相机就是小孩捕捉器。Hola China.这边是在教男生们怎么除草，做一些农活，从小就要学。现在教这些男生如何做一个遮阳亭，就类似于隔壁这个，这是大的。现在他们小孩就先学做小的，做的还挺有模有样的。老实话说，我现在来了一个房子里面，现在开始教这些孩子如何盖房子，我有点惊呆耶！这些孩子学的东西真的蛮多的。现在教如何打这个框架，等等就要如何弄这个图了。相机真的是小孩吸引器，你看，又围了一堆小孩。他们现在开始热情了，一开始来说超级的害羞，现在开始会互动了哈，不错。7天之后我就打入内部。图来了，你看，这个就是男生的工作，所以你小孩在这边学习如何盖房子。他们也就才7、8岁了。像是老师在那里管孩子，因为他在那边跑来跑去，感觉这些小孩也不是很好管教的样子。Esta es una fruta de aquí. ¿Puedes probar? Sí. Prueba. ¿Está rico? Mucho 下课了，学生们回家了，但他们要重复这些课程。明天今天下午的话，他们就会去这个社区里的学校，就是那种正规的学校去学什么西班牙语啊、科学啊、数学啊这些。然后呢，现在我跟着老师，也就是我这次的对接人，去他家。他说这里一共有差不多60个家，就是60个房子，但是每一个房子里面会住着4、5户人家。比如说她是跟她老公住在一起的，然后她也跟她妈妈住在一起，还有她哥哥，她哥哥也成家了，所以就是一个建筑物里面会有4、5户人家。所以这样算的话，这里会有5乘以60，300户人家。但是只有60个房子，反正就大概这意思。¿Ustedes comen el cactus? No, el fruto del cactus. Ah, porque en México ellos comen cactus. No. Acá no. No, este es el fruto que da, el frutico que da. ¿Acá es la casa? Esta es mi casa. ¡Wow! ¡Qué bonito! Y así se hacían las casas de antes.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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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a es la casa antigua. Sí. Ajá. Ahora son los nuevos así. 原住民他们这边不管再怎么发展，都是一定会有一个老房子的。比如说这里，这个就是老房子，就是那种精神象征。这个老房子他们还在用。然后在亚马逊看到的波达，他们的马洛嘎也是一个老房子。他们有的人家里面会有那个水泥房，但他们还是会有个老房子，精神象征跟那种团结凝聚的样子。那更别说像那个阿拉戈斯，他们就是住在老房子里面。然后他们呢也还在用老房子，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布局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的家不是有什么客厅、书房、餐厅、厨房之类的吗？他们这边也有，但只不过是以这个大地为整个家的那个地面。比如说这里就是客厅，这边就是休闲比较乘凉的地方，然后这边就是厨房来做饭的地方，然后那边睡觉的地方就是卧室了，是不是特别有意思？这一整个面积就是一整个家。¿Me entiendes? Esto explico cómo está funcionando. ¿Qué es esto? ¿Qué es esto? ¿Qué es esto? Es como sala y esto como cocina, eso como cuarto para dormir, ¿cierto?
¿Cuánto tiempo para hacer uno? Como 15 días. 哇哦，上吊床了，吊床也太舒服了。他们这吊床做的很宽，所以就是非常的能够把你承托着、支撑着，就是特别的舒服。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吊床这个东西啊，因为我是在南美旅行才发现吊床这个东西这么常见的。当然也是因为我经常去山里面跟那些原住民社区里面，他们不管是在亚马逊的，还是在山上的，还是在这个海边的沙漠地方。你们就是吊床是在他们的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常出现一个东西，我就挺有意思的，我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吊床到底从哪里来的，是谁发明的这个东西，太好用了吊床，我真强烈建议你去试一下吊床。但是你看瓦尤吊床，他们有点不一样，它会有一个这个设计，这个的话就是比较那种瓦尤的。Esta es diseño de Wagyu, ¿no? Ajá. Esta es diferente de los hamacas en la tienda. Vale diferente. 这个就是做吊床的工具，他们叫做 chinchorro。这个吊床做起来应该蛮好看的，彩虹色的。哇哦 ！Mucha paciencia。我的午饭来了，煎鱼、香蕉、米饭。这个吊床就是我餐桌，也是我睡觉的地方。这吊床非常实用，兼具了多功能。我在出发来找蛙友之前，有哥伦比亚人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原住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原住民非常暴力的。”我说：“原住民暴力？”我马上查了一下历史，就是有些哥伦比亚人会认为他们暴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传统是血债血还。比如说起了冲突，你杀了我们家的一个弟弟，那么我就要杀你们家的一个妹妹，就是这种以眼还眼。所以在外人看来会可能觉得说有些暴力，但是他们之前保护自己的方式，还有他们因为是会使用枪支的嘛，他们也是少数在哥伦比亚几个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那他怎么打跑那些之前来的西班牙人呢？一个是因为这边地理实在太偏僻了，然后西班牙人过来的话要花费很多精力跟金钱，所以他们说算了，我先不管你们，我先往下面走。还有一个西班牙人过来的时候，他们极力反抗。那这个行为在一些外人看来会觉得说他们非常的暴力，因为别的原住民就是乖乖束手就策，或者是被西班牙人打死了，所以就主要是这两点会让外人觉得他非常暴力。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这边，只要不惹什么麻烦，也不会很暴力啊，我又不去动他们家孩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出来时间这么久，我觉得你看一件事情是要看全面的，跟你了解一个民族，你不能够道听途说。像他们刚刚也问我说关于中国人吃狗肉的问题，我当然是认真的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有人吃狗肉，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是常见，并不是大众化的。这两个羊，小羊奔向妈妈喝奶，真的是隔着2公里都听见他们在互相叫唤。你离我远一点。在这边吃饭太有意思了，而且我很想知道，在这么偏远的原住民，上次在瓦口他们那边也问我关于中国人吃狗肉的东西，我想知道在网上中国人吃狗肉的这种视频到底谁在发出来的，到底是谁在打那个 tag 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吃狗肉好吗？我希望我来了能够改变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只会吃狗肉。同志们，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10分，我睡醒了。昨天晚上也猜我几点睡的？8点。为什么那么早睡 ？Of course， 因为这边没有网，没有电，晚上的话大家就是睡觉，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了。当然，我这么早醒，而所有人都已经全部起床了，我已经算晚的了。你看，这是他们的房间。这个女主人她和她的弟弟还有她女儿睡在这边，一共有3个吊床哦。他们的吊床瓦右吊床叫做 chinchorro， 像这一个比较大的叫 chinchorro。我现在知道他们的区别，因为我之前觉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面料是比较多的，我就感觉就是陷在这里面比较深，然后它旁边不是有一个这个装饰品吗？我昨天发现太好用了，你这样一盖，
然后这一个这样一盖，你整个人就是在这个边边里面，就这样睡觉，完全不用担心蚊子，而且很暖和，而且你看这空间是够的，它不会说挡在你的脸上让你呼吸不了，特别的方便。现在对于他们作为冷季人，所以他们进来了屋子里面睡觉，所以他给了个被子，完全盖不到。这个天气非常的凉快，除了蚊子没毛病。如果要夏天的话更热，这边高40度、45度，他们就睡在外面那个亭子下面，睡在外面就会更加的 fresco。昨天从5点半左右就开始夕阳，天色就慢慢变暗。昨天有个非常漂亮的黄色加粉色夕阳，很美。然后夕阳下那个余晖的时候，你发现天其实是深蓝色，它并不是黑夜的。晚上是有月光的，你其实是可以看得清路面的。但是你打手电筒的话，就会破坏那一个若有若无的那个氛围，就是一切都太清晰了，变得非常生硬。我觉得是因为这边非常平、非常空旷的原因。因为我在亚马逊雨林跟在山里面的时候，就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太黑了。那边的话应该是高低起伏跟树木比较多，就会把那个月光给遮住。这边的话，整个一个大平地，只有几棵仙人掌，没什么好遮的。所以地面其实是看得清楚的，完全不用担心那个没有电走路会摔跤之类的问题。5点45左右的时候，太阳就已经完全下去了。这时候你发现每个家家户户就升起了红色的火，就是他们在生火做饭，然后时不时会有一些白色的灯，拿手机手电筒照着的来检查东西。就那画面就是红色的火是不断的闪烁的，甚至在羊圈里面都有生火给羊取暖，然后白色的灯是时有时无，就是很漂亮那个画面，而且是星星点缀在这个comunidad里面，并不是每一个家安排的非常的紧密，就像城市里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他们是错落不规则的分布。而且这个树上好多萤火虫，就从那个树里面钻进钻出，就感觉像是一个树的灯带一样闪闪的，特别漂亮的画面。我拿手机拍格拉都拍不出来那个感觉，只能再描述一下了，让你们想象一下，真的特别漂亮。行，同志们，我要起床了。虽然现在才6点，但我完全不困，我睡得超级的饱，超级的好。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现在是6点40，先提个桶去洗澡。他们这边打水的话，这是一个那个类似于水坝一样的东西，这个水是从地下吸去的，是先把管子插进去，然后你对着管子吸一下，这个水就出来了。然后他们的用水问题我知道是严峻的，是不容乐观的。因为他们每年的那个儿童死亡率是高。一个问题很大之一就是他们的用水会引发他们的腹泻啊，跟肠胃炎啊，跟一些什么寄生感染的问题。每天的话，家里小孩会来这边取水的地方打3次水来打水回去用，但他们这个水就直接喝了。我不知道地下水是不是可以直接喝的，不是应该先过滤一下吗？但是如果家庭有条件的，或者是比较经常去市里面的话，就会去买纯净水，但那肯定这样就会比较麻烦，更比较贵了。现在在分饭，给你看今天中午吃什么。南美特色，不管你是在城市还是原住民家里面，永远会吃到这个煮香蕉。然后今天有米饭，还有这一个羊肉。他们这边特色确实是吃那个羊肉，而且是山羊肉。然后这个羊，我问他们说，你养了这么多羊，怎么不卖一卖，或卖一下什么羊奶呀之类变现？他们这个羊啊，只有在那种 emergency 情况下才会去卖它，平常的话都不卖的。而且这个羊奶，他们这个羊不怎么产奶，所以也没办法卖这个羊奶。然后他们真的是主要经济活动是，但是我这个对接人，因为他是学校老师，他是有工资的，哥伦比亚政府给他发工资的。但是其他的在家庭的那些女人就是卖包，然后那个包我以为是整个社区把大家做的包，就是收集起来去市场上卖，但不是，是每个家庭卖自己的包。所以看你家庭的女人程度跟做的速度，如果你1星期可以做10个包，那你就可以去卖。1个月如果只能做2个包的话，那你就攒一攒的去卖。卖包跟卖吊床就是他们的真的是主要经济来源了。男人的话主要就是贩羊跟那个开摩托车，因为这边的话去市区不是要交通方便吗？他们就会开摩托车赚点外快。反正就这么几个很非常单一的经济收入。孩子，你排排坐好，准备开饭。这就是旁边做饭的地方，也是那个放教学用具的地方。开饭了，学生先吃完，再我们这些大人吃，让他们开吃吧。但我刚吃了一下哈，完全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吃起来跟鸡肉一样，跟豆豆。
然后呢配一个喝的，这个就是他们传统的那个喝的，就是气象，它是拿玉米发酵的。哇塞，这个画面好美啊，好多小羊羔。来，你想要跟哪只小羊羔拍照，我给你拍。我换上这个传统服装，这个叫做曼达，就是他们的一个罩袍，非常的通风，非常的遮阳，感觉有点像在形容一个房子，所以你需要一个这种来帮助你抵挡皮肤跟通风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不用担心会走光，它这个是很小的，这个，看长这样。I like 这一个对接人，他们家是有4个儿子4个女儿，那他是其中的老大，他跟他妈妈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他们现在还在建后面这个房子 ，which is 这一个房子，看他正在建，应该再过个几个月吧就可以建好，就可以分过来住。因为现在目前只有2个女儿跟1个儿子结婚了，而这个儿子跟妈妈住在这里，这是厨房，剩下的人没有结婚的就住在这里面。然后这是客厅，就是这么大，所以如果你想要人口多，儿子娶老婆多，就要住在那一边去了。而且他们跟我们很像，如果结婚的话，是女方来到男方家住，你们也不用担心是在这个社区里面自主下话，他们娶的人跟结婚的人都是别的社区的人，所以就不会在同一个社区这种近亲结婚的这种。因为来之前我也是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不会，人家不会这样的。现在是下午差不多3点的时候，我刚刚睡醒就睡了一个午觉，因为我问他说下午要做什么，他说他们下午一般就是你看这个相机真的是太细小了。我问我他说下午做什么，他就说下午一般他就是休息 descansa， 然后晚上的话就睡觉。这么多人，所以呢，刚刚我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太热了，我整个就是全身汗流浃背，然后来了一堆隔壁房子的小孩，这个小孩踩在我的脚上。一堆孩子，然后我刚刚看他们这边拿着那个橘子当足球，在那边踢足球，所以他们小孩下午就是玩，大人下午就是休息，因为他们很早起床，这边也没有网，也没有电，一般6、7点就睡觉了。如果想要聊天的话，就会生一个火在聊天。咱们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把事情干完。然后他下午他睡了个觉，他现在也出去城里面去买东西。他出发之前会带一个那个 list， 就是非常的可爱，就是什么7个鸡蛋呐、3个拖鞋啊，什么梳头发的那个什么弹力树啊，什么七七八的，挺 Q 的。我觉得我现在画面就特别可爱。家里的这个小孩带我逛一逛这个社区，介绍一下他们家，因为他们都是从隔壁房子过来的。Hola， 太可爱了，太 Q 了。还是小孩哥、小孩姐有办法哦，这是山羊，它在尿尿。还是他们有办法。我们现在要去河边，对，这边竟然有河，但我觉得应该是很小的河。他们说走路，有人说走路5分钟，有人说走路1小时。就小孩的话真的是，咱们就来看看能走多久吧。看一下在这个沙漠荒漠的河长什么样。现在是有点小鬼当家样子啊，全程小孩带着我这个陌生亚洲女子去河边。